在原始时代，失去工作的广志将如何养家？野原一家竟凭借实力放倒了一头长毛象。在赚不到钱的原始时代，广志要想养家，就得带领一家5口四处打猎。但时也命也，现如今他们已经弹尽粮绝，即将饿死。小新直接放弃，选择原地躺平。广志等人紧随其后，也是一动不动。突然，小新眼前一亮，好家伙，咱家这不是还有小白这份储备粮吗？要不对付解解馋？于是他们拼着最后一口气，对小白展开了追击，吓得小白吱哇乱叫，一路狂奔。终于千钧一发之际，他想到了祸水东引这个好办法。就这样，为了活命，原野一家盯上了一头偶然路过的长毛象。但是众所周知，这玩意儿不好弄啊。于是36计统统上阵。首先正面硬刚，武力斩杀。广志手拿长矛，蓄势待发，然后便是一记猛然长射。他只给长毛象挠了个痒痒，还顺带着被敌军一鼻子甩飞，那就占据地理优势进行偷袭，将长毛象精准砸死。但你们懂的，意外或许迟到，但从不缺席。于是冷风一吹，小新便在石头推落的前一刻一泡尿呲走了长毛象，弄得美呀象没砸到，人倒是狠狠摔了地。所以说这是要放弃？不可能的，广志准备来个巧妙的智取。他们先做一个木笼子，再去长毛象前面一顿挑衅，将气疯的长毛象引诱进木笼里关起来。得嘞，这计划不得说不缜密，但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于是原本单独行动的长毛象，面对广志小心的挑衅，竟呼朋引伴招来了一大家子，准备反客为主，将两人一网打尽。得嘞，现如今为了活命，父子俩只能撒腿就跑啊！奈何长毛象这边也是穷追不舍，最后无计可施之下，原野一家5口默默躲进了木笼子里，想凭借原本的陷阱尽力躲避长毛象的猛击。好家伙，这操作真是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啊！不过嘿嘿嘿，连主角光环还是存在的。没过一会儿，事情便发生了转机，一只想不开的长毛象竟把自己的鼻子凑到了广志脚丫子的附近。就这样，短短一瞬间，这只长毛象便差点狗带。一旁的小新好奇的凑上去一闻，得嘞，那味道属实是非常酸爽。接下来说时迟那时快，野原一家逮着机会转守为攻，窜出木笼子，晃悠着广志的臭袜子，然后立刻就狩猎起了无辜的长毛象，完全便是一副咸鱼翻身的嘚瑟样。于是乎，最后的最后，广志和小新将2只臭袜子堵在了长毛象的鼻孔里，轻轻松松不费啥劲儿，便把长毛象给活活熏死了。但让人怎么都没想到的是，解决掉长毛象后，小新的第一件事竟不是催着美牙开饭，人默默取出长毛象鼻孔里的臭袜子闻了一闻，得嘞，那味道差点没给他整狗带了。哎，等等，这场景怎么有点似曾相识？苍了天了，他这并不是第一次啊！好了，本期问题，如果可以，你们想穿越去什么时代呢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